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萧炎和魂天帝的旷世大战落幕后，留下了一个满目苍夷的中州，一条数万丈庞大的深渊将中州一分为二。这条深渊也在日后被人称为双帝渊。中州再也不复曾经的繁华，好在劫难已经过去了，伴随着其他地方的人涌进中州，或许不久的将来，这里依然会成为斗气大陆的中心。魂天帝成帝后，魂族不少人都实力大涨。不过魂族10之7、8都被魂天帝拿去继热血刃，剩下那些人在魂天帝被封印后也全都束手就擒。大战落幕后不久，联军也终于攻进了魂界，整个魂界满目赤红，死气沉沉，罕有人迹。在魂界中央的位置，联军发现了一个近10万丈庞大的血池，血池中的血液无比粘稠，漂浮着密密麻麻的尸体和白骨。显然魂天帝为了达到目标，已经将魂界的人尽数投入了这个血池，魂界中残余的人也被尽数带走。而后古元等人联手将魂界彻底毁灭，从此以后中州再也没有所谓的魂族，远古8族唯有古族、炎族、雷族以及再度激活斗帝血脉的萧族尚存。萧萧是和萧炎血脉最亲近的，他在萧炎踏入斗帝的刹那，实力就飙升到了8星斗圣，一跃成为了斗气大陆上的顶尖强者。而这也是第一代享受斗帝血脉的好处，整个萧家的实力也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大战结束后，联军也宣告解散。以后的斗气大陆若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很难再爆发如此恐怖的大战，因为现在的斗气大陆有了炎帝萧炎这位至尊强者的制衡。联军解散后，天府联盟依旧存在，而如今的联盟也不再有任何的势力宗派之分。2年后，中州再度繁华起来，众多宗派势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这2年，萧炎也借助着一火之力，再度成功修炼出了身体，并且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这2年中，他和薰儿、彩铃举办了一场异常盛大的婚礼。萧炎在天帝以及无数人的见证下，完成了自己对他们俩曾经的承诺。婚礼后不久，萧炎便再度将盟主之位转交给了药老。现在的天府联盟已经不再需要他来顶着了。药老有些无奈，他知道萧炎又想当甩手掌柜，不过一想到萧炎这些年背负的重担，药老心中就有些心疼。他无奈地替萧炎接下这个担子，而卸下重任的萧炎也悠哉悠哉地潇洒而去。又是1年悄然而过，3道人影坐在凉亭中，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有些迫不及待。林燕舔了舔嘴，问柳琴：“萧炎真的会来吗？”身着青衣的林修崖吐槽林燕：“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急脾气。”柳琴听说林修崖在青天城建了一个牙帮，林修崖摆摆手：“他不过是玩玩罢了，难登大雅之堂。而且他的岩帮跟萧炎相比，连根毛都不算。”凉亭中响起一道熟悉的笑声：“林修崖，这话可不像是你说的。”一身黑衫的萧炎毫无征兆的出现，柳琴3人一脸的喜色，他们快步上前，一人一拳打在萧炎的胸膛上。林燕大笑着说自己竟然打了炎帝一拳，真他娘的威风。见到分别数年的好友，萧炎爽朗一笑，而后他拿出数坛烈酒，今日不醉不归。夜色渐浓，烂醉如泥的林燕和柳琴躺在地上，脸颊泛红的林修崖问萧炎接下来打算去哪里。萧炎望着天空上的明月，他逛了这么久也有些累了，接下来他想回加玛帝国。他嘱咐林修崖他们有事就去天府联盟，他已经打过招呼了。花宗旧址，因为联盟同化的缘故，如今的花宗已经彻底融入了联盟，但一些花宗的老人依旧喜欢留在这个安静的地方。纳然嫣然望着云云那张美丽又充满着韵味的俏脸，心中轻叹一声。这些年，中州大陆上不少强者以及势力首领都对云韵表露过爱意，但却无一人能够和云韵有半点进展。他知道云韵的心中只有那一个人，即便那人如今已有妻室。纳然嫣然轻声说：“萧炎送来了一句话。”一直平淡如水的云韵骤然转身，声音颤抖地问他是什么。纳然嫣然的笑容有些酸涩，他说：“你可愿意再回加玛帝国？”云韵紧咬着红唇，双眼有些湿润。这些年，他最怀念的并不是云岚山，而是魔兽山脉。加玛帝国青山镇，
如今的青山镇借助着魔兽山脉的地势以及一家医馆越发繁华。医馆并不大，但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就能活蹦乱跳地走出去。这里几乎是所有青山镇人最敬畏的地方。医馆门前终年都是受伤的佣兵或者外地赶来的伤员排队。医馆中有着一方简单整洁的木桌，一名身着白色衣裙的女孩安静地坐在桌后。小医仙轻柔一笑，她将手中的药包放在桌上，细细叮嘱着伤员。眼看前一位伤员离去，后面排队的人顿时大喜。但就在他想要上前时，一道身影突然先他一步坐在了椅子上。小医仙偏着身子，头也不抬，轻声说着：“请先排队吧。”关系这么好，排队就不必了吧？正在整理药材的小医仙手一抖，他急忙转过身，一张泛着笑容的熟悉脸庞出现在他眼中。萧炎轻笑着问他：“一个人走了，也不怕孤单啊？”他看着小医仙那双带着点点暗淡的眼睛，让他跟自己住到乌坦城去。小医仙双眼泛起点点红润，嘴角却扬起一抹温暖柔和的笑容。加玛帝国，加玛圣城，这一日对加玛帝国乃至整个西北地域都颇为重要。联盟2年一度的拍卖会将会在加玛圣城展开。这场拍卖会极其盛大，拍卖的物品也是顶尖的层次。拍卖会的地点在以往米特尔家族的总部所在。这场拍卖会之所以如此火热，不仅是因为东西难得，也和台上的尤物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座的人都对那位身着红色旗袍的妖娆女子有一些念想，但他们也明白，这人并非是什么花瓶。联盟之所以在西北地域如此强盛，少不了他的经济手段。他手下的产业遍布了整个西北大陆，情报系统更是无比强大。这人虽说修炼天赋很一般，靠着丹药才达到斗皇层次，但他的手下却有着无数斗宗强者誓死效命。他在西北地域有一个特别的称呼——金枝女皇，而他的名字叫做米特尔亚菲。亚菲举起手中的天阶低级功法，喊着30亿起拍。30亿，能不能便宜点？一道不合时宜的笑声突然响起。在场的人一愣，随后看向前排不知何时出现的黑衫青年。亚菲目光转向脸带笑容的萧炎时，他手中的功法啪的一声掉落下地。萧炎望着越发成熟的亚菲，笑吟吟地说：“30亿，再加个人，行不行？”就在所有人坐看好戏时，亚菲轻咬红唇，脸颊浮现一抹魅惑众生的妩媚笑容：“可以考虑啊。”岁月如梭，不知不觉离双帝大战已经过去了数十年的时间。这10多年中，炎帝萧炎已经完全淡出了大众的视线，但他留下的种种传说却并未消逝，反而在口口相传中变得越发神话和让人敬畏。对于加玛帝国的人来说，如今的乌坦城俨然就是圣地般的存在。这里是萧家的总部，而这些年萧家强者辈出，就算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能够和他们匹敌的都是寥寥可数。老不休的萧炎当着孩子们的面吧唧一声亲在了薰儿脸上。萧炎望着天空，缓缓收住脸上的笑容，他轻声告诉薰儿，自己这段时间有种比较奇特的感觉。他问薰儿，可知以往斗气大陆上那么多的斗帝强者为何都失踪了吗？或许他们是离开了这个斗气大陆。萧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顶多半年或许就会有答案了。中州天府联盟总部的一座高耸石塔上，石塔周围有着无数强者悬浮，他们目光狂热地望着石塔顶部，那里传说中的炎帝萧炎正安静地盘坐着。竹坤望着萧炎，偏头问古元，觉得他说的是真是假。古元迟疑了一下，似乎也只有萧炎说的才能解释为什么斗气大陆上的斗帝强者会消失得那么干净。毕竟想杀那种等级的人可不是容易的事。天空上的平静持续了整整半日，终于在夕阳斜落时泛起阵阵奇异的波动。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股波动越发浓烈，最后萧炎陡然睁开双眼，一道贯穿天地般的气柱从他天灵盖爆射，最后在整个中州的注视下直接冲进了遥远的天空上。气柱冲出半响后，一个破开位面空间束缚的光芒通道出现。萧炎豁然起身，脸色凝重地望着这一幕。他从通道中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味道，元气。整个天地都在此刻安静了下来。竹坤和古元张着嘴，心头泛起惊涛骇浪。
通道出现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停滞了上千年的实力居然有了长动的趋势。他们两人目光火热地望着光芒通道，灵魂深处传来的激动告诉他们，若是进入其中，他们的实力必然能够突破。萧炎深深吐出一口气，他平静了多年的双眼也在此刻涌上火热。结束果然也是一种开始。好啦，到这里斗破苍穹真的大结局了，后面豆豆应该会一边更新一些番外和盘点，一边琢磨一下后续更什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